熟悉的地方了。哎，又是熟悉的场景。对，好，我们就不介绍场景，因为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有啦，有不一样啦，拿着我们自己的枕头。我们好像没有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我们自己的周边产品。如果大家想要的话，现在没有，不好意思。对，这是我们自己碧瑶尾熊的周边产品。要先跟大家说这是怎么出来的吗？就是你生日的时候做的啊。对，其实它原本就是在我生日30周年。我生日30岁的时候，然后做给我们亲朋好友的一个周边小礼物了。对，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再说了。好，那我们现在呢，主要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状况。其实我们最近看了蛮多不错的艺文作品，然后也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要来聊的主题。那我们先就近期我跟吴军一起去看了一部很厉害，然后很有名的音乐剧，也不太需要我们广告了。只是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对于就是当中的一些题材的一些感触。那我们先讲当时真的很有默契哦。这一部舞台剧呢，其实我是在一次就是喝酒的活动下认识了其中一位演员。那时候这个演员跟我说他是在演这一部音乐剧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那等他有在开演的时候提醒我，我就去买票。结果不久，大概过个4-5个月后，刚好这一部舞台剧就有重新的在上演。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刚好跟我姐有讨论到这部作品，我姐其实之前就有在留意这部作品，只是票真的有点难抢，所以这次呢，我们就一起记下时间，然后要开抢。那在开抢当天，我们原本还在讨论说要坐哪个位置，然后哪一天。与此同时呢，吴军当天就刚好在我们讨论那一刻就密我贴了一模一样的音乐剧，问我要不要去看。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好恶心啊！这个默契，我们两个的默契已经到有那么恶心的地步了吗？对，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天哪，太夸张了！我姐正在跟我讨论要看哪一天呢？你要吗？那你要跟我们一起吗？”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了这部音乐剧。直接先揭露音乐剧的名字好了。音乐剧就叫做《劝世三姐妹》。相信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耳闻，因为这部音乐剧真的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因为真的，我觉得应该算是真的。他自己宣传这样，我觉得不夸张，他真的是现象级的音乐剧，现象级，就是他的扩圈程度完全是超乎我的预期跟想象。譬如说，有些我从来不觉得他会进剧场的朋友，可是他也去看，他们的受众很广。对，然后先不讲其他的，就光抢票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因为我试图就是看完这出音乐剧之后，很想要再买票，可是是完全抢不到。来不及了，他有剩下空位，可是剩下空位都是可能是身障的人士才能买的，然后他还有陪同人员。看来是时候了，来，没有啦。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说他会如此成功，一定是他背后一定有他的原因跟道理的。在这边我想要先好好的、大力的先推一下这部音乐剧，说这部音乐剧真的非常的棒，然后我们大家再讨论它里面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那我们也要在这里小提醒一下，如果你是非常非常在意剧情不要剧透的人员，你可以看完之后再回来看，再听我们这一集。我们会尽量的不带到太多细节的剧情，可是因为毕竟有些东西是我们有感触想讨论的，对，我们一定会讲到它的元素。对，我们就尽量的避免详细剧情，就只能这样了。元素是不是？对，元素。那像这一部的话，你觉得如果以一句话或一小段话来带过的话，你觉得是代表哪件事情？这个题目好大啊。对，可以讲的比较粗略一点，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在解决人生可能道路上某些你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你很适合看这部音乐剧。当然我必须承认一部分是它里面一定是有一些比较洒狗血的部分，就是你会觉得说这个剧情变化怎么可能发生在这个人世间？它一定是只存于艺术作品或舞台剧中，或者是甚至是8点档中，我觉得这个都合理。可是相对而言，我觉得它的有趣的点是，我没有看过，可能是我看的音乐剧也没有到很多可是我也是看过一些，可是那些音乐剧就是好像很难把那么多的议题给它串在一起，然后把一个故事讲得那么完整跟那么好的。因为它里面太多可以讨论的部分了。它里面牵涉到的议题是，除了最前面，像我们刚开始我们不是有聊过一件事情，是说劝世三姐妹，我们光看到这个标题，其实我们都对于这部戏完全没有任何想象，我们完全也没做任何背景调查吧。原本可能就是想说他会取劝世，应该是要讲很多金句，
然后来警示大家要怎么做什么的。那会变成黄山料的书的读本大会，开始读。但其实他也有提到他不是有一个 slogan， 在他这一部剧就有写说什么，你原以为的劝世，其实都是在劝我们自己的人生。对啊，类似这样子的句子，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我就有点好奇，想说到底是想要跟我讲什么？我自己其实是完全没有想，我刚开始我的想象可能是一个会很沉重的主题，因为劝世嘛。然后三姐妹，我就想象是3个女生，然后可能在演群戏或对手戏的概念，然后可能是她家庭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对她是一个想象，原本的想象是一个可能是现代都市，然后3个姐妹发生的某一种关系。我原本想的姐妹以为是那种都市女性，3个人其实是好朋友。都市女性，我觉得都市女性这个是非常的对，想说上班遇到什么困扰，然后什么职场性骚扰啊，还是怎么样骂公司啊，然后最后发现他不需要工作啊，这样他想当 YouTuber 啊，YouTuber podcaster 这样子。请问我就问，对，然后这一部分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看完之后才知道说，哇，原来是以这种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对吧？基本上是这样子。那我们带到这一部里面啊，我先就我自己觉得，不要，我们先开场。好，欢迎收看《屁啦无尾熊》，我是优伦，我是吴军。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一个音乐剧哈。对，我自己在被震折的部分是面对王者的思念那一块。哇，你刚开始就要那么认真的讨论到这个剧情哦？对。没有，我首先我想要先聊一下，就是整个剧场氛围跟我刚开始常进剧场的时候，完全的差异在哪里？是我发觉观众组成就很不一样。就那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聊到吗？我说这边大大小小的人都有，一堆 gay， 一堆女同志，不要讲女同志也是 gay 啦，对，可是就是女同志、女性的同志朋友们，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情侣也有，然后还有很多的妈妈，你就想说，长辈怎么会是长辈也会想来看这样的剧情？那当然，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是，它所有的语言主要是以台语为主。基本上我好像没有听到什么中文只有叫名字的时候。对，就基本上它还是会有中文，可是主要它还是以台语为主，台语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光是第一点，在地元素。这个就非常厉害，因为你能想象一件事情是，有些人可能现在的人年轻的一辈，他可能台语都不会，可是他还愿意走进去剧场哦。然后如果像是一些族群，比如说可能同志族群，他可能就想要看某一个类型的，妈妈族群就想要看某类型的剧。可是当他们全部都能接受这部剧的时候，那代表说这部剧一定是会有很吸引人的地方，或者是它绝对是一个。议题很多元，议题很多元，然后可以让大家在其中找到共鸣的一个作品吧，对吧？确实，我觉得受众很广的一部作品不容易啦。而且台语这个元素，我觉得就真的很厉害，因为你要让大家愿意进剧场只看台语发音的剧，对，我觉得超困难的。其实我原本也不知道它是全台语的剧。就像我们2个台语，我觉得都算听起来都还可以，我们会听，但不一定会讲得很流利这样子。我还可以。啊不，温金嘛，基本上开始讲台语了。OK， 对，反正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就是难的，可是他把他塑造那么成功，我刚开始我就给他一个大拇指，荣誉大拇指，真的不容易，这个团队对，就有用心，而且每一个人唱歌的那个功力真的都很好。而且我原本想说，他在唱某一段音乐的时候，照理说是很难过的。但他的歌词里面又会忽然穿插一些诙谐有趣，会让你的情绪就是错综复杂，就跟我今天早上吃到的这个劲辣鸡腿堡加那个 Kit 的那个巧克力一样。他一直吃完拉雅之后一直在抱怨这件事情，我没有抱怨咸甜的东西嘛，所以他就吃完之后一直抱怨。那也是别有风味啦，所以我觉得放在舞台剧里面很厉害，就是他让以为是悲情的故事里面又错综复杂了其他的情绪，不是只有片面单一的情绪在里面。那基本上的话，这样、你比较会描述好了，那你来描述一下这一部戏，你用个最大纲的方式把它从头到尾讲一次。从头到尾吗？不一定要从头到尾，会剧透啊！不用，你就讲说大概是怎么样就好。就比如说，他刚开始起承转合可能是怎么样？好，我用一句话就好了。
还是我要起承转合讲完整部，还是一句话通盘的？一句话，你讲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不同形式的爱。这个好通盘，这个有讲跟没讲一样。对，那我觉得大概可以跟大家说的是，反正他就是有人返乡的故事，然后返乡中他可能他原本跟家里有心结，可最终解掉的一个故事，能这样说吧？对啊，就是去在过程中去探索这一个结到底是什么，是跟自己过不去，还是跟谁真的有产生什么误会？好，那我们其中你刚刚有继续讲嘛？你刚开始说讲王者关于死亡这件事情，死亡这个议题，我们先来讨论它第一个最大的议题就是死亡，对吧？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对，我觉得他死亡这个议题，以前我其实很害怕。我的害怕不是单就我自己死亡，我对于看到人家在扶丧、办丧，听到各类型的就是办丧事的那种念经的声音，或者是一些就是请那个孝女，还是那叫哭女啊？孝女、哭女都可以，孝女、哭丧女，对，哭丧这些的我都很害怕。那你比如说你经过一个路上的时候，不是有人会搭一个棚子？我会避开，你会避开，你眼睛都转开，你不敢跟那个照片直视。谁敢？你敢吗？我不敢啊，就是我会觉得有点不礼貌啦。应该说下意识，我觉得这就是刻在我们华人基因中的，或是台湾人基因中的某一种文化，就是你知道说这个东西我不要直视，我要避开。因为长辈都会说刷掉，嘿，虽然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我看了王者的照片，我跟他非亲非故，他要耍我，所以我有一点在想，会不会他其实是想要劝示，他想要提醒，就是无关紧要的人，就是不要太凑热闹，或要有礼貌。那用最好的方式就是恫吓你不要看嘛，那就是说看了刷掉。可是我是认为王者应该没那么坏啦，没那么坏吗？就应该就是路人经过，只是看一下在做什么，然后看到你，就这样，你干嘛要耍人家？这是我小时候的想法。那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的想法是可能是有些人就比较容易去想，有一些幻想。所以那个很容易幻想的人就很容易被刷掉，因为原因很简单，是你可能看到那个人照片，自己心生畏惧，对，可是你在不是你的梦中，可能就突然有画面，对，闪过，然后你就觉得说，他好像跟来了或什么。我的想象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尽量不看，原因就是我可能怕他入梦。那我分享一个实际的案例好了，好可怕，现在也是鬼门开嘛。好，我先讲，就是我某一个亲戚，他就很喜欢。我不能说他拈花惹草，他就很喜欢你已经讲他拈花惹草，他就很喜欢东夸奖一点，西夸奖一点。所以他们以前你也知道，我们那种就是拜拜啊，很多的那个就是王者会有自己的那个陵墓嘛。对。然后我们以前都是那种一个山头，然后就有自己的墓。你这个故事讲过啦，我讲过在哪个时候？我们死亡聊过好几集。好，那就速速带过。从雨神他妈，然后聊到我阿公。那你还记得这个故事他怎样吗？他不是夸那个照片上女生吗？对，他夸了人家无关紧要的墓，说那怎么那么年轻就死掉，然后就发生一连串非自然现象。对，所以其实也是从那个故事，我就不太敢直视跟我无关的王者的照片，甚至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到延伸议题。我高中老师过世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全班就是想说要去参加他的丧礼嘛。对，那时候呢，负责的那个那算主持人吗？还是就是会让流程进行，然后说现在是王者的什么什么身份的人可以来看他最后一幕。那时候就有讲到，就是晚辈。我那时候就问我爸妈说，我是不是不能看？因为老师不是我的亲人啊，都可以吧？可是我那时候瞻仰遗容啊。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以前一直听到说什么刷掉啊，然后什么只能看什么，不是还有分什么直系血亲、旁系血亲，然后怎么样要回避？那可能是盖棺的时候，那不一样反正我就是一直觉得我好像不能轻易的去看王者的遗容，我爸妈同意我去看啊。你有看？我就有去看啊。你有刷丢吗？没有。可是我当时其实有一个想法，我当时觉得老师好安详，我认真的觉得内心忽然看到他的妆容，因为他们会帮他化妆，我是印象很深刻。我们老师平时就是比较严肃的人，但是他在那个仪容上面就是很
就是气色很好，然后很不像他。我当时只觉得里面这个人真的是他吗？有点困惑，那就抽离感了。对，就是一种心灵抽离感。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聊到死这个议题是？它其实它紧扣了这个音乐剧，因为这个音乐剧它其实很重要的是它的里面的主角群的家庭，它是在做迁亡仪式的。那迁亡仪式其实我自己查资料，有错的话大家去订正哈。反正它就是说是在可能比较南部，然后云林啊什么云林里面什么土库啊什么那种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会做的一些仪式。然后这个仪式其实就跟一般我们办丧礼的仪式很像，它就是有点类似说，我这样做完之后送了最后一程之后，你家人能放下那个亡者也会放下，然后彼此好好告别，然后 say goodbye 的一首歌，对，的一首歌之类的。然后里面完成这个仪式之后，然后两方就可以可能最终达到和解，就是内心大家都放下了。对啊，他在里面就是用这个东西来串联，所以这时候又提到了这部戏我觉得厉害的地方。你如何处理一个死亡议题，然后这个死亡的议题它是有趣好笑，因为我觉得他厉害的点是这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你知道我们太多片段都是觉得怎么可以那么好笑，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片段是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包括你姐姐，包括他都会掉泪，然后都会觉得说好像我在这一边有一点共鸣的点，所以我觉得这部戏就是让你这样子高潮迭起而且我觉得这部戏很值得的地方是你会开双线进行的支线，一个部分你专注在看舞台剧本身，但另外一个部分如果你很常有自己的小世界的人，你会联想回你自己的生命经验。所以我很像同时在看剧的同时，我另外一个荧幕，如果我有2个双荧幕，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个荧幕我正在就是我脑中大爆炸是真的大爆炸。他好容易有这种，我很容易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观众朋友会不会也会这样，就是你在看想象力丰富的人，看一些艺文作品的时候，会联想回自己的生命经验里面，去挖掘到一些事物。那你挖掘到什么？我先就一个画面来讲好了，这个应该不算剧透，就是因为刚刚都讲了嘛，这是一个迁亡的故事，那他们难免会有一些就是仪式性的活动。我在有一幕就是那个冥纸满天飞的时候，我真的像那个小时候你们有没有看过《天才魔女》？天才魔女怎么不知道？就是瑞瑞巴斯特，他一碰到某个东西就会出现一个画面，然后人就会抽离。我在他们第一把在撒那个冥纸的时候呢，那个冥纸开始飞的时候，那个刹那我的视觉被吸引进去，就是看到我坐在剧院里面看，可是我的灵魂很像被抽离真空的，以第三视角在看说未来的路。我自己如果离开这人世间，可是你进剧院前刻了不少我没有，完全没有，不好意思。就是我在看的当下，我觉得那个好像在我人生最后1里路的时候，也会有似曾相识的过程。我觉得冥纸纷飞其实是一个非常会让很张力。为什么很张力？是我小时候第一件看到这件事情是在哪里？你知道？是学校？不是？学校不会，学校这样太可怕了。未来或者祥龙电影台，然后开心鬼放暑假那些吗？对，可是它里面我应该不是开心鬼，我应该是林正英的一部电影就是僵尸的那种电影。对对，会起雾。对，第一个是他起雾的时候，然后我忘记这叫什么，就是一个喜事的队伍跟一个丧事的队伍，他们2个相碰。然后一边开始狂撒冥纸，然后一边好像是撒花瓣之类的，然后就变成说他那个对他那个荧幕的画面的美学氛围，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你是不舒服？我是不舒服我觉得那个是会让你觉得这样感觉好恶心哦，就是心中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应该不是因为画面的平衡美感被破坏了，你觉得不舒服？我觉得它的形式非常有美感，因为你就享受漫天飞舞的东西，可是你的心里也不舒服，是在于说你可能过去的所有的经验建构你说，喜事跟丧事这2件事情怎么会同时并行？对，然后可是这2个交叉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怎么会这样？我忘记这有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反正就是什么喜丧什么相碰之类，类似这种一个专有名词。
然后就会变得好像会产生出一个很强大的魔法力量，然后那个魔法力魔幻舞台对，会导致比如说什么阴界的什么东西跑出来，类似这样子。就是它的剧情，我记得类似是这样。然后那时候我小时候就对于这个画面好清晰。然后它其中的丧事的队伍就狂撒名字，我就觉得哇，好可怕哦。我小时候其实也是很害怕这种东西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看舞台剧当下，我觉得很像在看自己的最后一段路。我是认真有那个感触，然后我开始，所以你要办中式的。其实我那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本身应该又是那种觉得，我如果真的如果离世，对，不需要这么多的仪式。可是这次看完这一部呢，我对于一些传统的礼俗，我觉得我可以理解长辈为什么会觉得想要保留下来。对，因为这些仪式，因为我们毕竟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存在，还有感知可以看到嘛。可是这些仪式如果能抚慰活着的人，我觉得他就有办的必要。但是如果你们家庭其实活着的人并不觉得这件事是重要的，其实我觉得可以不用办，或者是你们也可以不会问一下亡者要不要办的人。甚至我其实生死议题，最近我们家族其实也有遇到一些状况，所以要讨论。我其实就还蛮想找个时间跟我的爸妈讨论，如果他们未来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已经很圆满了。我们对，就他会希望我们后者，就是我们这些后辈怎么协助他们。譬如说，假设我觉得长辈如果他是真的很掐牙，喜欢这种大场面的，你说王永庆棺材要1000、2000万那种，就可能他可能觉得说，一定要帮我就是办一个风光。我觉得提前有让我们知道说他怎么做，他想要什么风格的。这会让后人省事不少，就这已经无关乎钱的问题了。这就是我花了钱有花在你生前告诉我的刀口上，那就会觉得圆满啦，因为我会知道我是在办你想办的事。对。但如果你已经离世了，然后我忽然在选择我要用什么方案给你的时候，我觉得好难抉择哦，就是因为毕竟我不是你，对吧？搞不好你根本不想要玫瑰花，对，你可能想要就是那个薰衣草之类的。那么具体，对，所以我其实就觉得那整场仪式办完，大家都很好睡。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用轻松的方式去讨论，所以我也还在想怎么跟我的家人轻松的聊，像我们这样子就是谈话的方式。我是有聊过，我之前好像也有分享过，就是我们大家都是简简单单就好。所以你爸妈以前有跟你聊过这个议题？有，很棒讲，我觉得很棒。对啊，反正就是按照该办的就办啊。我们之前有聊过我们自己的丧礼要怎么办吗？有啊，有就办那个嘛，吃花好月圆，好像是。吃花好月圆不是那个是婚礼哦，那婚礼不好意思，你看婚丧我都混在一起，他婚丧喜庆都搞错。其实我觉得会把婚丧搞错的原因是因为我渐渐的理解，其实婚跟丧或许是同一个入口跟出口。你知道我这句话上次在哪里听到吗？那个直肠科。这个笑话讲过，这笑话讲过很多次了吧？他就说就是有一个人，一个男生，然后他去看直肠科，他就说，我那个入口的地方为什么感觉痛痛？然后那个直肠科医师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方是出口。那入口就是因为他是 gay， 难怪这是笑话啦。但我刚刚的想法是，我觉得生死啊，我最后发现以前很常看到一些经典著作会说死其实是通往下一个生嘛，我以前都想说这是什么理论，就是死就死了啊，什么会是生？我后来微微的大概知道这个概念。会不会有人死了对别人而言是一个生？也有可能放过别人，让别人重生。对啊，一部分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们讨论过太多生死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别的，拉回别的，因为它主要的剧情的包装，它其实除了这方面之外，这个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讲了，劝世三姐妹嘛。我刚开始对于三姐妹的想象是3个女性可是在里面剧情它不是3个女性，那大家怎么看就是自己去看。对，那为什么不是3个女性？是它里面就讨论到很多性别相关的议题。我觉得要让长辈接受到性别相关的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一部舞台剧做的很棒的地方。你要想去看的那一些长辈有可能都是很传统，然后可能
因为可能40-50岁以上，甚至60岁的长辈，然后那些长辈我去看都是一群妈妈，然后妈妈去看，然后都是一个带着一个，就是比如说他的亲朋好友这样一群去。我这样看到的时候，我发觉他们也能接受这样的作品，他一定在他心中种下一个种子说，就算遇到了一些性别议题的时候，他终于有一个解放，他也知道说，可能如果他以后小孩是有遇到性别相关议题的时候，他该怎么解，是不是种下一个种子？我觉得是让他们理解到在剧情角色里面什么人都有啦。对，就他们不一定在这一场里面会支持某个立场，或者是觉得怎样的角色会在他们生活里，可是至少他看过这个情境，他不排斥说哦，原来世界上会有形形色色的人，这件事情让他知就好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超棒的，所以他讨论到2个，我觉得就是超厉害的议题：第一个死亡，第二个性别。我反而你刚刚讲到这个性别的部分，我另一个更紧张的事是，他的台词里面有些很粗俗的部分，很直接性的，就是情绪性的用词，可能是骂脏话。哦，这个我可以直接说，这个就直接刚开始他第一次上映的时候，他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把这一句台词，我忘记好像剪出来，还是放在哪边做宣传，很脏哦，就干林州嘛。干林州骂老鸡掰，我们不用逼哈，不用逼啊，不用逼啊，这个很就是干林州骂老鸡掰啊，这个意思，如果骂了好多次，听得懂台语的人，干林祖妈老鸡巴，反正就是弄你长辈的下面。对，简单来说，意思就这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艺文作品里面很容易被某派别的人会觉得说，什么作品里面会教坏人家说这种话？对，会有一派这样。对，我的意思是说，刚开始我看到的新闻也是这样写啊，是他说这个事情就是好像把它放到舞台剧里面很不恰当，然后就有人写了这样的批评，然后就引起了广泛讨论。可是依照我这个还有艺术理论相关的背景，好听，我是认为艺术它永远是拓展自己平常没有办法接触到的东西的一个形式。就比如说艺术制造的环境，我们会说一个仪式很美，比如说那个洒那个名字好美哦，那就是你平常不会接触到这样啊。你只有在某个情境中，它如果来讲，它就是传统民俗技艺嘛的一个形式，你看到的时候，你才觉得说这个东西好特别。不然我讲一个简单的，如果你在一般你平常都看得到，好，假如是一个超级要怎么譬喻呢？就你说那个舞台剧就在演我的一生，对，我会去巷口买空肉饭，然后午休回来睡觉，然后流口水起来再继续上班。那你觉得有趣吗？你就每天看到然后日复一日，看完有趣吗？但不有趣。我就觉得好真实哦，就是我的人生。所以最大的重点是，他不是他用这个形式是想表达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艺术你要评论它好跟坏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点是，他讲这句话是在这个。比如说这个舞台剧中有没有意义？如果他一点意义都没有，他就是为了骂而骂，那这个就我觉得他可以批评。可是很多时候在这部剧情里面，他其实不是为了骂而骂，他是把一段东西的张力提到很高，没错。然后那个高是为了凸显说他可能跟他家人的冲突状况是非常的不合，然后他的人生可能遇到了很多多灾多难，他觉得很不愉快，他把它融成一个脏话，然后告诉你。所以我觉得那也是一种表演形式。所以我的判别标准会是说这一句话是有没有必要的。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其实我觉得超级必要，因为原因很简单，大家对于台语最初的想象，绝对不会是跟你讲说你好要假爸爸，绝对不是这个，绝对是干你娘。信不信？但是他骂了更多次，对，当然。可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台语这个元素的时候，其实大家最熟悉的是国骂，不然干嘛叫国骂？叫家骂就好了，自己家骂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我的观点大致相同，但是我比较不会围绕着说它剧情需不需要，因为我觉得艺文作品它就是情绪到了，不管有心无心。编剧刻意留下这句话，他有要传达的是一种情绪，而这个情绪我感受到了，其实我觉得就成立。因为像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没有必要生气到这样吧，有的人就会觉得说我生气为什么不能骂？
那我觉得以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你如果脚不小心踢到左脚，其实你心里一定第一声不是加油，对，你不是志玲姐姐嘛？你一定踢到的时候就是志玲姐姐会这样，就是她摔下马的时候也这样吗？就是你一定会先想说干，或者是超衰的，就你那个情绪的要出气的口，对你有一个出气的用字遣词。那其实我觉得戏剧它只是因为它要传达后面，它要传达的更多深入的东西。可是这个他把它变成一首歌，那就厉害啊，佩服他。因为我觉得乐听人在看剧当下呢，就是需要有一个投射的对象，帮你讲出你平时不会做的事，或你没有勇气做的事情。它就是一种艺术，是展现一种你平常不会做的事情，或你好佩服人家可以这么做。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我也好想要那样做，但是我做不出来。可是看到别人这样做，就会觉得好解气，然后好像帮自己。这个讨论我就觉得很有趣，是有一个妈妈带了2个小孩，然后她捂耳朵，没有，她跟那个小孩在讲说，你看那个上次某某阿姨，我问他们要不要来看。然后那个阿姨说不要，这部戏里面都脏话，都在骂脏话。对，我然后你们2个看了，你们觉得怎么样？然后可能那个小孩，我就没有听到后面的内容，还是就骂他妈？不会，绝对不会是骂他妈嘛，对吧？就是他一定是讲说，其实撇除脏话这一部分，他绝对是那个小孩一定看完之后也很有收获。然后那个妈妈也觉得说，对，我就是带我这个小孩来，我觉得很对，因为这部戏就是那么棒，他。不论他有没有加脏话，他还是一部很棒的戏，对吧？我觉得他的妈妈一定是这样想，他会跟小孩讲这种话的话，一定是这样，不然的话，早就说我刚刚听到那个脏话，我真的觉得不该带你来，对啊，对啦，倒是。而且说实话了，以一般你有受过一点教育，或者是有一点那个的群众，不论年纪大小，你小时候一定讲过脏话，然后你小时候一定也被骂过，一定会怎么样？我觉得。大家一定能知道说这个场合该讲这句话或不该讲这句话，他不会因为你在这个场合学了这句话之后，你这一辈子就很会善用。对，就是一直狂挂在嘴边，不会吧？其实我觉得会骂脏话的人就是会骂，不会骂的人，你就算教他，他也不会骂，除非是提到左脚的时候。对啊，基本上就这样啊，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啊。我理解了，会不会？爸妈们或长辈觉得小朋友从小到大，只要没有学过或不知道要怎么骂那个脏话，他就不会骂那个脏话的本质。就譬如你没学过按你娘好了，那也许你现在踢到左脚的时候，就只会说好痛，因为你没学过那个词汇。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没意义，因为它就是要宣泄出来，他骂了又不是真的骂人，因为我知道有的人是很针对性的骂人，那个确实我就不鼓励。但是如果他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他受够了今天一切的鸟气，他在自己想发泄的时候讲出这些用字遣词，只要他能感觉到舒适，根本没差。对啊，为什么觉得？所以就是看场合怎么使用啦，场合真的很重要。对。我觉得会带进去国家戏剧院的妈妈，应该教育都不错。对啊，不然基本上应该就是在家里看那个8点档，也不是说8点档不好，8点档也很棒，乡土，然后接地气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元素是3姐妹嘛，那刚好因为我们家呢也是3个小朋友，所以我还有特别有感触。我还有2个姐姐，所以某程度上他们的互动上面，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然后组合在一起。然后吵吵闹闹，到最后就是表达出对方互相的看法，我觉得很感人因为那个状况其实在我们家庭里面也会出现，就是譬如说小时候嘛，因为关系走得很近，所以大家都是用那种非常比较不礼貌或者是比较挑衅的方式去沟通，然后到长大，现在体会到的事更多，然后珍惜家人，然后学会用爱的形式表达，或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表达。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跟生活很环环相扣的，我的生活啦。所以你看，包装完之后，它解了超多问题。第一个，那个死亡相关议题；第二个，性别相关议题；然后第三个是兄弟姐妹手足之情，然后接下来还有父母。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厉害。然后他的叙事手法，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棒。就是我有听别人讲说，他之前的一些舞台的设计，就我这一次去看，
我前面从来没有看过其他场，我这次去看，我觉得他舞台真的做非常非常成熟。他一个旋转舞台，然后可以做出那么多变化，我觉得都很厉害。那个厉害程度不是一般，他一定有经过很缜密的思考，说我要怎么编排什么的。然后你看这个演员，你也知道说这个演员一定很用心在做功课，因为那个太熟能生巧，他要换到哪里，走到什么位置，然后要唱。很流畅啊，那个真的很流畅，转场都非常流畅。那个我觉得都没有一丝卡顿，我觉得都很厉害，而且很多神来之笔是你突然我们大家都会爆笑出声音的神来之笔。节奏非常的紧凑，但每一个卡顿点，每一位演员都有展现出他们专业的地方，完完全全不会觉得很跳脱。因为像有些台词讲的好尴尬哦，就是有时候你在看某些剧或某一些就是作品，你会觉得讲这个台词非常的刻意。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先不讲哪一部电影，我就讲那时候的剧情好了，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提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在情绪当下呢，譬如明明都一直在讲中文，然后忽然给我来一句 I miss you， 就已经有点跳脱，想说那应该是周格泰的 MV 吧。就是他为什么跳出这一句？他可能就讲说某 A 对某 B 说 I miss you， 然后那个 B 就忽然听到，然后就会用一种我也想你啊，他用中文回应他的英文，然后最后那个人还要再回他说我的 miss 的意思不是想你，是我错过你。你懂吗？就是在剧情突然之间的堆叠，然后来这一段，我就觉得非常的打断情绪。对你这样讲，其实我就想到，其实我看过去音乐剧的经验，其实都不是非常好，因为我觉得音乐剧会说说唱唱，讲到一半然后开始唱，对，就是我会情绪很中闹，我想说这是宝莱坞吗？我对音乐剧的想象都是宝莱坞剧情式，就可能到一半开始那里跳舞，然后得就这种东西。可是这一部反而真的让我改观的原因是，它很多的点是会让你不会那么的抽离，说我好像是从一个剧情，然后突然变唱歌，而是那个唱歌中那个歌词，当然歌词是写得好，然后第二个是它里面有很多的互动性，就像他虽然也有跳舞，可是他不是那么简简单单说我很整齐划一的跳一出舞，而是会有一些走位变化，旁边还有一些可能串场的人在旁边看，类似这种对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还是有在演戏，不是说我真的是上来然后想要劲歌热舞一段。就是我对于剧场的想象，虽然音乐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打动，像百老汇嘛，对，他们是要进军百老汇，他们已经在外真的他们在外百老汇已经表演过，然后这一次好像是今年好像是有进入英文独剧的模式，所以未来有可能会在百老汇。哇，恭喜恭喜！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IP 多强大，但是 IP 是有人专门在操作这个 IP， 然后让它推上国际舞台的，所以代表说这个影响力真的很高啊，这层级是较高的。台湾应该这可能会是第一出吧，而且如果真的进军百老汇的话，这一些就是可能已经失传或很多人不知道的文化，他们都看得出来，他们团队的用心，都有认真的研究去考古这一些习俗流程。我觉得他们都是把它练到非常非常的到位，不是不是只是拿来娱乐观众，可能就是做意思。我觉得他们都是有基本功的去认真学习过这一个。就是习俗的由来是怎么样？就千王歌的东西，像他们也有提到，像千王歌，好了，大家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唱给王者听的歌。那他们有说，其实要唱得好，那就是一定要有你对于某些人的思念，你才会把这个哭灵，他们都称这叫哭灵，唱得动人，唱得好听。这个好像是就你真的是心中要想到某些事情有触动，就像你分手了，你唱听海才会好听嘛。对啊，你如果幸福美满，你在这里唱，他要唱今天你要嫁给我，对啊，才会唱好讨厌哦，不一样唱法不一定。那讲到哭灵，刚刚既然都讲到这个，你自己是一个情绪容易带入歌曲的人吗？不容易啊，超不容易。是因为你不爱唱歌，还是你不会唱歌？我觉得都有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我不知道什么歌曲好像比较难进入我的那个真的像我就完全相反，因为它是什么东西，它都很容易被触动，我超容易触动。可是你知道吗？我所有的感知艺术类，虽然我是学艺术，可是所有艺术类的东西，我觉得要触动到我内心超级困难。不论是看电影、
看电视剧，然后听音乐，会让我哭的就寥寥就几乎很少，不太有，就可能电影可能1-2部而已吧，类似这样。我个人是真的蛮容易被眼前的画面、场景跟设定好的剧情影响，即使我知道他是谁给我哭的，我也很容易哭，因为我蛮容易去带入抓到那最近共鸣的点。最近那个不是最近很红那部叫什么？我突然忘记那阳光女子、对啊，我还没看过啊。我已经在靠北出来了。好，我看完我再来告诉你。好，但是刚刚有讲到音乐这件事情，我个人就还蛮喜欢用音乐承载我每个阶段不同的情绪。可是音乐，我必须说，音乐可能是所有的形式里面，可能让我比较触动。比较起来，因为音乐会想到某个人的时候，会套用这首歌。你很多时候也不是这样，我都是每这样、情感是这样。就像上一个是那个卢广仲的，你怎么还在帮我记得啊？对，卢广仲的愚人节快乐，还真的是愚人节快乐哦，祝福你哈。对，类似这样子，就是他会有这样串起来。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是，就是因为会有串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触动。最近会让我比较感动，可能梁静茹吧，其他都还好。又是梁静茹、对，因为我很喜欢梁静茹啊，我觉得梁静茹情歌唱很好。她现在还在唱情歌吗？她声音现在听说，谢谢静茹。人都会有不同阶段的真声有点受损，他有人这样辛苦。对，可是他有演唱会，我还是去看。我也会，我们一起去。好，我可能每首都会哭吧。对吧？你是说因为听他现在唱的吗？开玩笑啦，我觉得还是唱得很好，我有看到一些片段。你这样讲真的是，反正静茹应该不会，他会记仇。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部台湾原创嘛，对不对？台湾原创的音乐剧非常非常的鼓励大家可以到场支持，虽然现在票应该都卖完了，然后真的太难买，然后也不太那时候我原本想买是说，因为我们俩看台北场嘛，然后他在台中、高雄都有，那时候我想说我一定要带我爸妈去看，因为真的是太棒了，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家人们家长们可以一起看，合家观赏。对。然后我们家那个骤学还没看过，就想说就是可以带他去看看，说这一部戏死亡会怎么样？然后又牵扯到保险，我觉得这就好复杂。对啊，他看完会不会只是想说，哇，真的要有保险欸，不然办这些东西很花钱，很贵。对啊，真的是可是的确是花钱的，没错啦。里面很多跟钱有关的，就是他金钱的议题，金钱的议题真的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真的很写实的地方，就是人活着的时候，金钱为大的议题为主，可是面临死亡的时候，大家没在谈钱，大家谈的是情，然后放下，还有那些过程，还有跟自我和解。我觉得这些东西反而会是你最后离世前，如果还有意识会去思考的面向，真的不会是你的户头里还剩多少钱。的确是这样。讲到这里，我觉得我也可以分享。就在今天早上，还有今天早上，我某个亲友刚刚不是提到我们家族最近有一些生死议题吗？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至亲，他就是被医生判别，可能只剩1-2个月的时间。对，那他其实一直都对自己很勤俭，然后也没有后顾之忧，跟家人，就是他没有就是没有小孩啊，没有另一半，所以他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财产分配的问题，他走了就是走了，他的财产其实也带不走，可是他一生都对自己很勤俭、很苛刻，然后他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去教他怎么订 Uber 啊，叫车，因为他到连现在这个阶段去搭车都还在搭公车跟捷运，我们就说你根本不需要再这么做了，因为你带不走那些钱，可是他的习惯养成了，但他渐渐的在我教他用 Uber 跟就是那个 Foodpanda 的过程里面，他仿佛好像愿意去学习。他以前都是觉得这些平台啊，这些就是发展出来的东西都是为了骗钱用的，就是根本不需要。可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移动，所以他就会需要这一些方便性的服务。但是他就是会跟我讲说，他一直叫车都不成功啊，然后可以怎么弄？那因为我在远端，我有点难说的让他听得懂，因为毕竟没在用的人就是不会用。那我就慢慢一步一步可能画给他说，你要点这个地址啊，就是才表示订成功啊。然后就在今天早上，
我刚刚不是讲我去吃那个金辣鸡腿堡对的时候，刚好就收到他很开心的传讯息给我说，他今天订成功了。然后他下一句是写说，司机应该也很开心接到我这个客人，短短路程就有类似200-300块的大红包。他这样子，他有加钱给他是不是？我不确定，或者是其实短短路程就会花到200-300块，对他来说是一笔以前他会觉得很奢侈跟浪费的事，但他现在是以说大红包有点半诙谐，可是我相信他也是觉得200-300块搭这一小段路很花钱啦，可是他现阶段就是至少愿意去尝试这件事情了。那我觉得重点是他在尝试的过程里面呢，他给我这句话，我回他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忽然之间有感的想要他好好的放下这种人世间只在乎钱或者是用钱衡量的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如果我们今天花了这些钱，在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温饱的情况下，你又同时让司机快乐，你也得到方便，我觉得那一份祝福或那一份互动，这件事情是很有价值的，不是单就这一趟路值不值200块。就其实我的重点是想要传达给这一位亲人是，你现阶段完完全全不用再用钱去看这世俗了，因为你现在的时间更宝贵。然后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传完给他，我记得他打的那一句话，我打了4句话给他，可是我觉得是轻松的啦，所以他最后也是回了我一个很轻松的贴图。在那个当下的状况，我觉得跟我们刚刚讨论这就有点像。对，钱的议题是在生的时候讨论嘛，但死的时候讨论的反而是那一些名字啊，要讨论名字。对，名字是让我想到那个，就是我未来的那一里路。对，好，那你觉得，你讲一个你在里面最后来讲哈，就是里面你觉得最棒的一个东西哈？我觉得我可以先讲。好，你先说。我最喜欢那根电线杆，大家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真的好屌哦！那道具组怎么可以想到那个电线杆的超台，然后超屌？对，好，就这样。那他讲的是内部的一些装置元素了。对，我喜欢的应该是一个小细节，就是他在让某个演员有自己 OS 的时候，会打灯在他身上，然后很快速。你还有印象吗？就是他们的那个爷爷吗？还是爸爸那一段？就是他其实是躺在病床上的，但是他让他也会有自己表达大背功，对，反正就里面那个一个角色，然后他们我觉得这个也是他刚才讲的一个很有趣的事，大家可以去看哦，就是在里面的时候，他会有很多时间暂停抽离，对，就很像看卡通那种被时间按暂停的。他反而他这一部我觉得棒，这个也继续夸。他棒的地方是他很诙谐，然后很卡通感，就你说那种动漫感很强，你就不会觉得说这个好像很沉重在讨论这一议题。所以真的是这一部戏看完真是又哭又笑，这部戏真的是笑中带泪，泪中带笑。等他们再重新巡回或者是有加长的时候，大家赶快狂抢买，我真的是抢起来，而且很适合带长辈一起去，真的很适合。而且这个如果看不懂台语也不用担心，因为旁边都有字幕啦，很贴心。对，可是当然会有台语，你绝对可以身临其境非常多，这样情绪都很到位。好啊，那这一部作品就推荐给大家，劝世三姐妹。对，然后如果有剧透，那就不好意思。对，应该没有剧透太多了，没有啦，这真的是就我们看完之后很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好，对，但我们前面上片的时候应该也会提醒爆雷之类的吧？不管了，我们前面有讲了。好，那你们如果看到最后的话，就我们也没办法，反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触，那就是很推荐大家可以进这个戏剧院呢，去支持我们这个台湾的作品。好，主要就这样咯，拜拜，拜拜。